美国的军事媒体说，用开源情报都可以监视或预测俄军的行动，还要专职的情报机构干什么呢？还有人说，俄罗斯脱离了全球开源情报革命，就对乌克兰发起了攻击，完全没有准备好在21世纪的情报环境中打一场信息化的战争。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面说。今天我们说一说俄军的保密工作缺陷导致了战场损失巨大，三大教训不可忽视。到目前为止乌克兰战争已经打了90多天了。对于俄罗斯军队的战场表现，不同阵营的专家们有着截然不同的评价。但是对俄军的有一个方面的看法是共性的，那就是俄军的战场保密工作真的没有做好。美国的军事媒体说，用开源情报都可以监视或预测俄军的行动，还要专职的情报机构干什么呢？还有人说，俄罗斯脱离了全球开源情报革命，就对乌克兰发起了攻击，完全没有准备好在21世纪的情报环境中打一场信息化的战争。这些评论和说法当然有点过分不过俄军在保密上的漏洞是显而易见的，这涉及到几个方面。首先是对卫星侦察的伪装工作没有做好。根据我们的统计到目前为止，美国和西欧的民用遥感卫星加起来超过200颗，加上军用卫星，基本上实现了对整个地球的全覆盖，无论是昼夜都可以提供对于重点地区的持续观察。在白天可以用可见光，在夜间就用合成孔径雷达。卫星观察的效果是毋庸置疑的，因为我们国家就拥有大量性能优秀的民用遥感卫星，观测的结果经常公开发布在互联网上。但是俄军在进行集结和机动的时候很少采取伪装措施。在2月24号战争爆发之前，俄军在俄乌边境和白乌边境的集结情况被西方的遥感卫星是尽收眼底。美国非常精确地统计出了俄罗斯即将参战的兵力、兵器的数量情况以及他们的集结地点，这是犯了兵家之大忌第二是无线电通信保密做得不好。因为缺乏保密电台，俄军大量的采购了民用对讲机，装备一线部队。这些民用对讲机并不是为军事目的设计的，很多零部件特别是集成电路不是采用了美国的产品，就是采用了公开的通信协议。也就是说，美国的电子侦察飞机、电子侦察卫星只要截获了有关的情报信息，就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面把通话的内容分析出来。就算俄军高层指挥部门装备了一些保密的通信设备，但是通过梳理分析基层部队的无线电通话内容，也是能够大致的弄清俄军的作战起头、战役战术行动的计划与动态。更何况俄罗斯的保密通信设备当中有没有采用从西方进口的集成电路有没有被人埋实后门呢？这都难说第三就是对媒体的管控形同虚设。首先是传统媒体，俄罗斯对于新闻记者的活动管控很差，对播出的内容审查也不够。5月中旬出现了一位俄罗斯记者在采访北顿涅茨克的战斗中，为了展示俄军强大的火力，拍摄了一袋240毫米的重型迫击炮开火的场面，甚至是用无人机进行俯拍。乌方情报人员通过对视频中的地形地物的分析，准确地判断出这门火炮是部署在佐里亚化工厂里面。在用无人机侦察确认之后，乌军发起炮火的反击，不但击毁了俄军的炮车，而且还导致车上的弹药殉爆，场面非常惨烈。对社交媒体也没有管住。到目前为止，俄罗斯还没有完全切断乌克兰境内的民用通信网络，无论是老百姓还是军人，甚至包括俄罗斯的军人自己所携带的手机还能正常的使用，这就给保密带来了极大的隐患。乌克兰的平民可以自由地拍摄俄军的行动，发布到社交媒体上，甚至可以直接向乌克兰政府提供情报信息。另外，俄罗斯军人随身携带的手机本身就是一个无线电信号的发射源，就算你不拿出来打电话，不拿出来用，只要它进入了某个基站的服务范围之内，乌克兰电信部门就可以发现和捕获。而俄罗斯军队也没有对乌克兰的电信部门进行彻底的摧毁。以上种种情况给西方情报部门就提供了丰富的信息来源，让很多所谓的开源情报机构就像挖到了金山一样。到目前为止，我们依然没有看到俄军在战场保密问题上采取了什么改进措施。
假如乌军找到了新的战法战术，能够有效的应对俄军现在的这种稳扎稳打的战法，那俄军很可能还要因为战场保密问题继续吃亏。俄军的这些教训呢，都是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我们在旁边观看热闹的同时，一定要想好将来我们怎么打。好，这期话题就说到这里。